大家好，这里是加拿大101，我们今天继续聊关于加拿大移民的最新消息。加拿大移民部2023年1月到9月共向 Express Entry 计划的申请人发出了53455份的移民邀请 ITA。数据显示获得邀请最多的申请人来自加拿大经验类别Canada Experience Class。 数据不包括10月份移民局在EE抽签中发出的 ITA， 那10月又额外发出了9173份的 ITA。Express Entry 是一个管理不同移民项目的申请的系统它包括联邦技术移民项目Federal Skilled Worker Program 联邦技术工人移民项目 Federal Skilled Trades Program 和加拿大经验类别。它也管理部分省提名项 Provincial Nominee Program 的申请。那每个项目都有不同的入选要求但是所有申请人都会根据综合排名系统Comprehensive Ranking System 得到分数这个系统会根据申请人的人力资本属性进行打分，比如工作经验、年龄、语言能力和教育程度。ITA 就是 Invitation to Apply 的缩写，中文的意思就是申请邀请函。它是加拿大联邦快速通道移民 Express Entry 的一个重要概念。Express Entry 系统会首先筛选移民申请人，然后向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发送 ITA。 获得 ITA 意味着申请人通过了 Express Entry 的初步筛选可以递交完整的永久居民申请。 ITN 是获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的重要一步。整体而言仅根据可获得的数据最有可能获得 ITA 的申请人是20多岁的 CEC 的候选人，他们是软件工程师，居住或计划居住在安大略省。项目类别的邀请函那么在2023年的头9个月大多数的 ITA 都发给了加拿大经验类的候选人。所有 CEC 的候选人都有至少1年符合条件的加拿大工作经验，并达到了语言要求总共有23910名的 CEC 候选人收到了 ITA， 是近 45% 的所有的 ITA 中那联邦技术移民项目的候选人获得了第2多的 ITA， 共15855份约占所有 ITA 的 30%。省提名项目候选人位列第3共13655份，约 26% 的所有的 ITA。联邦技术工人项目没有获得 ITA。 那顶尖职业在获得 ITA 的职业中软件工程师位列3个项目的前5名。加拿大经验类中，软件工程师和设计师是1725人，计算机程序员和交互媒体开发人员是1445人，信息系统分析师和顾问是1375人，餐饮服务主管是1240人，行政助理是855人。在联邦技术移民项目中财务审计师和会计师是650人，牙医是570人，软件工程师和设计师565人，广告营销和公关专业职位是505人，数据库分析师和数据管理人员420人。在省提名 PNP 项目中其他职业占970人，软件工程师和设计师820人，信息系统分析师和顾问615人，计算机程序员和交互媒体开发者595人，焊工和相关机器操作工420人。那综合排名分数的邀请函，大约一半的EE的候选人，就是26070人的综合排名分数在451到500分之间，11640人是在501到600分之间。只有225名的EE候选人以601到700分的分数获得了 ITA，60人获得了701到800的分数，另外790人得到了800到900之间的分数。值得注意是超过7750名EE 的候选人的综合排名分数在901到1000分之间。超过5000人的分数高于1000分。唯一获得600分以上分数的方法就是获得省提名。省提名本身就可以为EE的候选人提供600分，占总分1200分的一半。
按省份分类的邀请函，超过一半的异议候选人要么居住在安大略省，要么计划居住在安大略省。数据显示啊，31550份 ITA 发给了这些候选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获得第二多的 ITA 啊，为10655份。亚省啊有5280名候选人获得了 ITA。新斯科舍省呢获得了1595份 ITA， 其余省份啊每个都不到1500份。按年龄分类的邀请函，获得 ITA 最多的候选人年龄区间在19到29岁，总共有28970名20多岁的候选人收到了 ITA。另有20865名30多岁的候选人被邀请申请，40岁及以上的候选人获得 ITA 不到4000人。移民局根据统计局的纵向分析，给予年轻候选人更高的综合排名分数。统计分析表明啊，年轻抵加的新移民有更多时间适应加拿大的劳动力市场。统计数据显示啊，抵加年龄越小的新移民越有可能提高英语和法语水平，获得加拿大工作经验，并建立加拿大专业网络。单身20到29岁的异议候选人可以获得110分，单身19岁可以获得105分。异议移民的级别啊，2023年1月到9月获得 ITA 异议候选人数量啊，超过了2022年全年的总数，就是37335人，但仍低于2021年的108105人。过去2年啊，确实是例外啊，因为疫情的原因，2021年啊，移民局增加了对 CEC 候选人的 ITA， 以实现在疫情和边境限制的情况下呢，新增了40万移民的新目标，但是这也导致积压和服务标准下降，因此2022年移民局减少了异议的邀请函。自疫情以来啊，加拿大经验类别的候选人获得了大多数的 ITA。在疫情之前，联邦技术移民项目是获得 ITA 最多的项目。那展望未来啊，移民局规定2024年通过异议项目获得加拿大永久居民的目标人数是110770人，2025年和2026年每年为117500人。获得 ITA 的人数啊，往往低于入境人数，因为成功的异议候选人有资格携家属呢一起移民，如果家属也符合条件的话。那今天的加拿大移民信息啊，就和大家说到这里。这里是加拿大101，一个关注加拿大移民政策和故事的小频道。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啊，请您关注并打开小铃铛，以便及时收看。如果视频中有错误啊，或者您有自己的想法，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感谢您的收看，再见。